想象一个画面哦，一个拥有24维度的庞大几何结构，在一夜之间被宇宙的法则无情裁员，最后只剩下唯一一个最无害的元素存活。这听起来超像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但这其实是我们宇宙最底层的物理现实。没错，24胜1，这绝对不是什么夸饰的标题党，这是一场真真正实发生在时空几何里的宇宙大裁员。听到这里，你脑海里应该已经浮现出那个集合崩塌的震撼画面了。那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彻底搞懂这个机制。我们整理了 Dr. Q 的前沿物理研究笔记，也就是重塑引力系列的第4篇 C1 定理扭率部门大裁员。这份文本其实充满了非常硬核的数学推导，还有各种奇妙的几何概念。对，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带你看懂宇宙究竟是如何运用极度严苛的，算是物理面式机制吧，把那些不守规矩的变数通通淘汰出去，最后维持住我们眼前这个稳定世界的。在我们正式进入这场残酷的几何筛选之前就是说我们必须先看清楚这场大戏的舞台背景。在新的重力理论框架中，这场裁员其实不是凭空发生的。理论本身已经预先做了2层安检，对吧？是的，非常严谨的基础设定。第一，我们引入了一个叫做 Pt 滤镜的机制，这里的 P 指的是宇称，也就是空间的繁衍，那 T 指的就是时间繁衍。也就是说，宇宙在最基础的作用量层次上，对这些几何变换是有严格的对称性偏好的。任何会在空间反转或是时间倒流时破坏物理定律的几何杂讯，在第一道安检门就会被直接剔除。完全正确。而除了这个 PT 滤镜，第二个准备是我们摆出了一个在重力几何中非常关键的姿态，物理上我们称为 Palatini 姿态。这个 Palatini 姿态听起来像是我们在数学上给了时空更多的自由度，因为传统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把时空的度规，也就是测量距离的那把尺，和联络，也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平行移动的规则，这两者是死死绑在一起的。对，而且预设时空是不存在扭转的。所以 Dr. Q 在这里把度割和联络解开，就是为了让扭率有空间可以发挥。点出核心了。当我们解开这层几何上的束缚，把度割和联络视为2个完全独立的变数时，时空就不再被强制要求是一个平滑没有扭曲的结构。没错。正是因为这个大胆的设定我们今天的主角也就是扭率，才终于有机会从爱因斯坦的方程式背后走到台前，正式登上物理的舞台。那让我们把这个概念拆解一下。在你我生活的4维时空中，这个扭率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单一数字它是一个具有3个指标的张量。如果你把它所有的独立分量展开，总共会有24个分量。数量其实蛮庞大的。对，为了让画面更清晰，我们可以直接把这24个分量想象成一间规模庞大的扭率部门。而在数学的群论分类上，这个部门天生就被划分成3组不同性质的团队。这3个团队各自带着完全不同的几何特性与物理意义，这也是我们理解后续裁员过程的核心基础。我们来看看这3组人马。第一组我们称为行政组，对应到物理数学上的纯基向量。这组人包含4个分量，做事非常简单直接，就像是空间中只有单一方向的偏移，没有多余的动作。在几何意义上，他们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一群。第二组呢，拥有4个分量的轴向向量，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公关组。它们带有旋转的手性，到处交际，充满活力。而在微观物理世界中，这种带有手性的几何结构跟基本粒子的自旋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它们最容易跟物质发生交互作用。对，那剩下人数最庞大的第3组就是研发组了。这对应的是包含16个分量的无机张量。这组16个分量的无机张量结构最复杂，在物理理论的建构中，它们特别容易延伸出无法控制的自由度，也就是最容易导致整个数学系统崩溃的潜在容源。可以这么说。所以画面现在很具体了。一个拥有24个分量的大部门里，有4个乖巧直男的行政组
4个爱交际应酬的公关组，还有16个随时会暴走失控的研发组。但一间公司要运作，就必须有最高指导原则。在文本中指出，这场裁员大戏的唯一指挥官是 Epsilon 的梯度。是的，这个纯量场的梯度，等于是给整个宇宙的底层几何强制设定了一个方向性。在最低阶的重力理论设定中，所有的扭率分量都不能凭空存在，它们必须完全听从这支指挥棒的调度与生成。它是整场物理面试的唯一考官。没错。背景设定好了，现在宇宙的裁员大刀要正式落下了。我们刚刚说到，最庞大、最复杂的就是那16个分量的研发组。根据笔记的推导，这组人马竟然是第一批被裁掉的。这背后的物理逻辑到底是什么？这是数学底层逻辑的先天限制，具体来说是群论所给出的严格规范。我们刚才提到，扭率必须由考官，也就是我们手中唯一的纯量梯度指挥棒来生成。对，就是那只指挥棒。但这是一支单一的向量，在群论的严格数学限制下，单一的一个向量是绝对造不出结构极度复杂的无际张量的。这个逻辑很清晰耶。换句话说，这就像是你只给了研发部门一支普通的原子笔，却要求他们凭空造出登月火箭。从群论的底层数学结构来看，初始材料根本不足，单一向量拼凑不出16个分量的复杂张量。这个要求在物理上是不合法的。没错，这就是物理理论中的结构性排除。因为先天框架就不允许，所以最危险、最容易长出奇怪自由度的研发组，连进入方程式实际运算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在理论的起点被抹除了。第一把大刀落下，16个分量出局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公关组，也就是那4个轴向分量。我们一开始提到理论有个 PT 滤镜做安检，笔记里特别指出，轴向分量其实是完美通过 PT 滤镜检查的。他们的履历表毫无瑕疵，那为什么最后也没能活下来？这就带出了这场宇宙裁员的第2把大刀，也就是真正具备筛选威力的机制—— Palatini 动力学。物理学不只是静态的几何分类，它更是动态的演化。当我们把整个系统的物理设定，也就是作用量，丢进方程式去进行实际运算时，宇宙会自动去寻找能量最低、最稳定的状态。完全正确。所以，当 Palatini 方程式开始运转时，他对这个公关组做了什么残酷的事？方程式展现了极度的冷酷。在寻找稳定状态的过程中，动力学机制直接把轴向分量前面的系数死死地逼到了0。这就是这篇论文中最核心的 C1 定理，全名是扭率唯一性定理。让我们把这个 C1 定理的数学结果具象化一下。在公式上，它写作扭率等于存量梯度的某个比例，同时轴向分量 S 等于0，而且无际张量 Q 也等于0。这里的 Q 是我们刚说已经出局的研发组，而 S 就是这个公关组。正是如此，最关键的是，这不是科学家为了让理论看起来干净而人为地在纸上手动调0，这是方程式本身的动力学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方程式把 S 逼到了0，把 Q 也逼到了0，将扭率完美地锁死在一个最简单的形状里。裁员结束了，现在打开扭率办公室的门，原本24个维度的复杂几何，现在空荡荡的。16个研发组做不出火箭被开除，4个公关组被动力学方程式逼成了0，整个部门只剩下纯机，也就是行政组的4个分量存活。对，只剩下他们。而且根据公式，这仅存的员工连自由行动的权利都没有，他的方向被死死地绑定在最高指挥官，也就是梯度的方向上，只能沿着这个方向存在。24胜1，这场宇宙裁员真的是精准又彻底。数学上极度优美，物理上极度严格。不过，当我们推导到这里，必然要面对一个现实世界的检验。没错。如果你平常有在关注前沿物理或标准模型，听到这里心里一定会浮现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便扭率只剩下一个最乖巧的纯基分量，但只要它存在于时空中，难道就不会去干扰电子的自旋吗？
这个值已非常精准。物理界早就有共识了嘛。如果宇宙中存在能干扰电子自旋的几何变数，那些精密度高达小数点后10几位的实验数据立刻就会报警。这个新重力理论难道不会跟现有的量子实验起冲突吗？作为一个严谨的研究 ，Dr. Q 在文本中给出了非常有自信的解答：实验数据绝对安全，因为这个理论架构在底层逻辑上为我们熟知的物质世界提供了2层滴水不漏的保护机制。来拆解一下这2层保护。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轴向分量归零。你要知道，最容易跟费米子，也就是电子自旋产生直接扣合的，正是带有旋转手性的轴向扭律，就是那个爱交际的公关组。对，但在 C1 定理中，宇宙的动力学机制已经强行把它设为零了。既然这条最危险的通道根本不存在，电子的自旋自然就非常安全。危险分子已经被彻底移除了，这很合理。但第2层保护呢？办公室里毕竟还剩下一个纯基扭律啊。它虽然安分守己，但它确实存在于时空中。难道它在那边变化完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去影响物质吗？这就是这套理论最绝妙的数学展现了。剩下的纯基扭律确实存在，但它长得实在太特殊了。我们强调过，它的几何形状被彻底锁定为一个纯量场的梯度。在量子场论的数学框架中，当一个场的几何形状刚好是一个纯梯度时，我们可以运用一个非常优雅的操作，叫做场重定义。没错。所以这就像是在量子力学中做一个相位的转动。如果这个纯基扭律只是一个单纯的梯度变化，对于电子来说，这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局部的相位转动。我们只要把电子的定义稍微旋转一个角度，就能在数学上完全吸收掉它的影响，对吧？叙述的非常精准，在具体的计算中，这个操作被称为移重纯基的接触项。透过这个场重定义，我们把这最后仅存的一点点纯基扭律的效应，完完全全的吸收到物质场本身的定义里。哇，所以在方程式的最终呈现上，它的影响彻底消失了。这等于是说，经历了这场大裁员后，这个唯一的幸存者不但绝对没有能力去碰电子的自旋，而且还自带隐身属性。只要我们把观察粒子的数学视角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扭律的痕迹就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宇宙中存在过一样。这证明了这个新重力理论能够通过严苛的实验检验，不是靠运气，也不是我们刻意去微调参数，而是宇宙最底层的几何框架与动力学真实的把它给管住了。一切都是物理法则的必然演化。这确实是一场完美、毫无破绽的宇宙裁员秀，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也没有干扰到我们现实世界的稳定。不过，如果这个保护机制只是一个数学巧合，物理学家是不会轻易买单的。这就带出这份文本最令人震撼的后半段了，也就是 C2 定理的伏笔。为了确认这场24胜1的宇宙大裁员不是我们恰好选对了一条路才得到的特例，研究中尝试了3种完全不同的数学路径来重新构建这个理论，这展现了物理理论的强健性。这3条路径分别是行列式路径、几何变形路径以及陈西蒙斯路径。从物理意义上来看，这等于是从3个完全不同的哲学视角去审视宇宙。完全正确。行列式路径着眼于代数结构，关注时空体积的变化；几何变形路径则是从物理上直接去重塑度规空间，而陈西蒙斯路径则是探讨拓扑不变量与边界条件的深刻影响。但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科学家用这3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中的哪一种，最后推导出来的理论主体部分，甚至作用量的形式，竟然长得一模一样。是的，殊途同归。这3条完全独立的数学道路，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C1 定理，这个只剩下纯记的空荡荡的办公室。当不同的数学工具最终精准汇聚于同一点时，我们就知道我们触碰到了某种深层的真实。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讨论连接到一个更宏大的哲学层面来看，如果宇宙的底层架构真的
如此极端的追求简洁，甚至不惜让数学变化去吸收掉那仅存的一点点扭曲痕迹。这不禁让人反思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对，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会不会只是宇宙无数个复杂几何维度中唯一一个刚好没有被裁掉，并且被极其巧妙地隐藏与保护起来的微小切面呢？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宇宙的几何底层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庞大与混乱。我们现在每天睁开眼所看到、感受到、触摸到的这个极度稳定、符合标准模型粒子物理的真实世界，或许真的并不是宇宙几何的全部。宇宙把所有的几何混乱都冷酷地裁撤掉，扫进了数学的地毯底下，似乎只为了给我们呈现一个可以安稳生存、不会被莫名干扰的时空舞台。确实如此。我们今天从24的维度的混乱几何一路抽丝剥茧，看着宇宙手起刀落，最后见证了这场精密的物理面试。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对现实本质的全新惊奇感，继续探索宇宙的奥秘。下次当你仰望夜空的时候，或许你会意识到，那看似平静的星空背后，藏着一个多么严格且优美的几何世界。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